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林峰，你以为你走了，公司就完了吗？张伟靠在宽大的真皮老板椅上，脸上满是胜券在握的讥讽。他刚刚窃取了林峰拼死拿下的5亿大单功劳，将自己的废物外甥推上总监宝座，并用一个虚职羞辱了这位公司的头号功臣。在他看来，一切尽在掌握。林峰的辞职不过是弱者无能的赌气。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真正决定公司生死的，并非他这位运筹帷幄的老板，而是一条片刻之后即将抵达他手机的来自华宇集团的致命短信。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盛夏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将创科未来公司的销售部照得一片通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抑不住的兴奋与躁动，几乎每个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角落里那个独立办公室的门。林峰这个名字在过去3个月里已经成为了整个公司的传奇。他刚刚挂断了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是国内顶尖的科技巨头华宇集团的采购总监。长达96天的艰苦谈判，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方案修改，以及2次濒临崩溃的僵局，终于在刚才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5亿，一个足以让创科未来这家中型企业一跃成为行业黑马的巨额订单，被他稳稳地拿了下来。林峰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全身的肌肉都在这一刻彻底放松，疲惫如同潮水般涌来，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成就感。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日历，上面密密麻麻的红圈记录着这3个月来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为了这个项目，他几乎是以公司为家，错过了女儿的生日，也忘记了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但此刻，他觉得一切都值了。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他的得力干将，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李浩，探进一个脑袋，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峰哥，成了。林峰笑着点点头，拿起桌上的那份已经签好字的电子合同副本，在李浩面前晃了晃。成了2个字，轻描淡写，却仿佛拥有千钧之力。整个销售部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峰哥牛逼，5亿大单啊！我的天，我们公司要起飞了。销售总监的位置，除了峰哥，谁还有资格坐？同事们的赞誉声此起彼伏，一张张兴奋的脸上写满了崇拜与敬佩。林峰是公司的销售冠军，是所有人眼中的狼王。他带领的团队永远是业绩的最高峰。这一次，他更是凭借一己之力，为公司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纪元。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个订单的签订，不仅意味着丰厚的奖金，更意味着林峰的职业生涯将再上一个台阶。公司的销售总监一职已经空悬了半年之久。老板张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谁能拿下华宇集团这个项目，谁就是下一任总监。现在，这个悬念已经揭晓。林峰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了办公室，他微笑着和每一个向他道贺的同事点头示意。他能感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对他能力的最大认可。李浩跟在他身边，激动地说道：“峰哥，老板肯定要乐疯了，您这次可真是救了公司啊！”林峰拍了拍他的肩膀，心中也是感慨万千。他加入创科未来已经5年，从一个最底层的销售员，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他对公司有感情，也对老板张伟抱有知遇之恩的感激。他相信，
自己的付出，老板都看在眼里。下午3点，公司内部通讯系统发布了全员通知，自定于下午4点，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将有重要人事任命宣布，请全体员工准时参加。这条通知一出，整个公司再次沸腾。来了，峰哥的任命通知，肯定是这个时间点。除了这件事，还能有什么？准备好祝贺新总监吧。李浩更是兴奋地跑来，对林峰说：“峰哥，恭喜您，不应该叫林总了。”林峰淡然一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领带，眼中闪烁着自信与期待的光芒。他为这一天已经准备了太久。下午4点整，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林峰被安排在了第1排最中央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他的身边是公司其他几位高管，他们都面带微笑，向他投来祝贺的目光。老板张伟春风满面地走上主席台，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男人。林峰的目光掠过那个年轻人，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那是王凯，老板张伟的亲外甥，靠着关系进公司，平日里游手好闲，业务能力一塌糊涂，却因为是皇亲国戚，没人敢得罪。他怎么会跟在老板身后，出现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一种不祥的预感如同乌云般悄然笼罩在林峰心头。张伟清了清嗓子，拿起麦克风，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一个值得我们创科未来所有人铭记的日子。在我们的销售精英林经理的卓越努力下，我们成功拿下了华宇集团价值5亿的超级大单。”张伟的声音高亢激昂，台下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所有的摄像机和手机镜头都对准了林峰，记录下他这荣耀的一刻。林峰站起身，向大家鞠躬致意，脸上的笑容却有些勉强，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张伟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说道：“这份订单的意义，我就不多说了。它将为我们公司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了表彰林经理的巨大贡献，也为了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经过董事会慎重研究决定，我们将进行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来了。林峰深吸一口气，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准备迎接那个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整个会议室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张伟顿了顿，似乎在享受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然后他用一种极其洪亮的声音宣布道：“我宣布，从即日起，任命王凯先生为我们公司新一任的销售总监。”此言一出，全场死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所有人的表情都僵在了脸上，从期待和兴奋瞬间变成了错愕与荒谬。林峰脸上的微笑也彻底凝固了，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王凯，那个连最基本的客户资料都搞不清楚的纨绔子弟，他凭什么？台下的员工们开始窃窃私语，声音从一开始的微弱逐渐变得清晰可闻。什么情况？不是峰哥吗？搞错了吧？怎么会是王凯？黑幕，这绝对是赤裸裸的黑幕，太让人心寒了。拿下5亿订单的功臣，竟然被这样对待。张伟似乎对台下的反应早有预料，他敲了敲桌子，提高了音量，强行压下所有议论声。大家安静。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些疑问，请听我解释。这次华宇集团的项目虽然由林峰经理主导执行，但前期的战略规划、资源对接都是由王凯总监在幕后默默付出的。
王凯总监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才是这个项目能够成功的最大功臣。这番话简直是颠倒黑白，无耻到了极点。所有参与过这个项目的人都知道，王凯除了在庆功宴上出现过，连项目报告都没看过一页。林峰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倒流，他为公司耗费了3个月的心血，拿下这个价值5亿的大单，结果等来的不是嘉奖和晋升，而是毫不留情的践踏和侮辱。他的功劳被张伟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安在了他那个废物外甥的头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职场倾轧了，这是一种人格上的羞辱。更让他感到冰冷的是张伟接下来的话。当然，林峰经理也是有功之臣，公司不会忘记他的付出，因此公司决定擢升林峰经理为新成立的市场开拓部副总监，主抓市场调研工作，希望林经理在新的岗位上再创佳绩。市场开拓部副总监，一个刚刚成立的连办公室在哪都不知道的虚职，从手握重兵执掌公司业绩命脉的王牌销售经理，变成一个去搞市场调研的闲人，这哪里是擢升，这分明就是降职，是剥夺他所有的实权，将他彻底边缘化的手段。全场哗然。如果说任命王凯是黑幕，那对林峰的这个安排就是对所有功臣的无情羞辱。李浩气得满脸通红，拳头攥得咯咯作响，几乎要当场站起来质问。林峰却异常的平静，他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变成了冷漠，最后只剩下一片冰寒。他看了一眼主席台上那个满脸得意、小人得志的王凯，又看了一眼那个道貌岸然、指鹿为马的老板张伟，他忽然觉得很可笑，自己5年的青春和热血，自己所有的忠诚和付出，在所谓的亲情面前一文不值。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整个会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他身上，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反驳，要抗议，要为自己鸣不平。然而林峰只是平静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迈开脚步，径直朝着会议室的大门走去。没有愤怒的咆哮，没有不甘的质问，只有沉默。沉默才是最彻底的蔑视。他的背影挺得笔直，像一杆永不弯折的标枪。林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反手关上了门，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喧嚣和目光。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个他奋斗了5年的地方，墙上还挂着他和团队获得年度销冠的锦旗，桌上还摆着女儿送给他的卡通画，一切都那么熟悉，却又如此陌生。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离职申请书3个字，他敲得异常清晰。他不需要思考，所有的理由和情绪都已经在胸中酝酿，从惊愕到愤怒，再到此刻的决然，不过短短10分钟。但他知道自己和这家公司的缘分已经走到了尽头，道不同不相为谋。一个不尊重功臣，只知道任人唯亲的企业，不值得他再付出哪怕1秒钟的时间。他将打印好的离职申请书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站起身，最后环视了一眼这个办公室。他带走了自己的水杯和那幅女儿的画，其他的一切他都留在了原地。当他再次打开办公室的门时，外面走廊上站满了销售部的同事，他们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复杂而同情的眼神看着他。李浩第一个冲了上来，眼眶通红。峰哥，您……林峰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平静地说道：“好好干，你很优秀。”说完，他便不再停留，
径直走向了走廊尽头的老板办公室。咚咚咚，他敲响了张伟办公室的门。进来。里面传来张伟略带不悦的声音，显然刚才林峰的提前离场让他很不满。林峰推门而入，办公室里，张伟正和他的宝贝外甥王凯谈笑风生，似乎在庆祝这场胜利。看到林峰进来，王凯脸上的笑容一僵，随即换上了一副傲慢的神情，以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姿态看着他。张伟则是皱起了眉头，沉声说道：“林峰，你刚才在会场是什么意思？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对公司决定的公然挑衅吗？”林峰没有理会他的质问，也没有看那个小人得志的王凯，他径直走到张伟的办公桌前，将那封辞职信轻轻地放在了桌面上。“张总，这是我的离职申请。”张伟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显然没想到林峰会如此刚烈，竟然直接提出离职。他拿起那封信，快速地扫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来。“林峰，你这是在威胁我？”“不。”林峰的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我只是在通知您我的决定。”旁边的王凯嗤笑一声，阴阳怪气地说道：“哟，林大经理脾气还不小啊，怎么觉得公司给你的位置不满意？别给脸不要脸，没有我你连话语的大门都摸不到。”林峰终于将目光转向他，眼神冰冷得像一把刀。“你。”他只说了一个字，却充满了无尽的轻蔑与不屑。王凯被他看得有些发毛，却还是梗着脖子说道：“怎么不服气？”林峰摇了摇头，他甚至懒得和这种跳梁小丑多说一句话。他的目光重新回到张伟身上。“张总，签字吧，按照合同，我提前30天通知，这1个月我会处理好交接工作。”张伟的脸色阴晴不定，他本以为敲打一下林峰，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以后能更好地为自己、为王凯服务。他没想到，这只他眼中的狼王，竟然有如此锋利的爪牙和宁折不弯的傲骨。他当然不想放林峰走，开什么玩笑？5亿的大单是林峰签下来的，所有的后续对接、技术沟通、客户关系维护，全都系于林峰一人之身。王凯知道什么？他连客户方的几个关键人物都认不全。如果林峰走了，这个5亿的大单很可能会出现变数，甚至直接泡汤。想到这里，张伟的态度立刻软化了下来。他挥手让王凯先出去，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和林峰2个人。“林峰啊！”张伟换上了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你太冲动了，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觉得公司对你的安排不公平。”林峰沉默不语，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表演。“但是你要理解公司的难处，王凯他毕竟……有些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张伟开始打感情牌，“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你的能力我比谁都清楚，公司怎么会亏待你呢？那个市场开拓部只是暂时的，等王凯在总监的位置上稳定下来，我马上就把你调回来，给你一个常务副总监的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不好？”他开始画饼，许下空洞的承诺。林峰心中冷笑，如果他今天接受了这个安排，那等待他的只会被一步步蚕食，最后被彻底踢出局。他见识过太多这样的职场权谋。“张总，不必了。”林峰的声音依旧平静，“我已经决定了。”张伟见感情牌和画大饼都没用，脸色又沉了下来。“林峰，你不要不识抬举，你以为你走了，公司就转不动了吗？你别忘了，你和公司签了竞业协议，
2年内不能从事相关行业，你走了，这个项目所有的奖金，你1分钱也别想拿到。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林峰笑了，那是他今天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只是笑容里充满了讥讽。奖金？张总，你觉得我还在乎那点钱吗？他指了指自己的心。我在这里干了5年，我以为这里是我的事业，我的家，但今天我才明白，这里不过是你的家族企业，我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牺牲掉的外人。张总，人不能没有良心，这5亿的单子是怎么来的？你比我清楚，你用你外甥抢走了我的功劳，用一个虚职羞辱我，现在又用奖金和竞业协议来威胁我，你不觉得你做得太绝了吗？林峰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张伟的心上。张伟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被说得哑口无言。他确实做得太绝了，他高估了自己的权威，也低估了林峰的骨气。眼看林峰转身就要离开，张伟彻底慌了，他不能让林峰就这么走了。等等！张伟大步上前，拦在了林峰面前，语气几乎是在恳求：林峰，别走，有话好好说，算我错了，行不行？我收回刚才的任命，销售总监的位置是你的，是你的。王凯那边我来处理，我让他给你当副手，奖金我给你2倍，不3倍，只要你留下来，什么条件都可以谈。为了留住林峰，保住那5亿的订单，张伟终于撕下了所有的伪装，开始低声下气的挽留。林峰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晚了这2个字让张伟的心沉到了谷底。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破了办公室里的僵持。是张伟的手机，他本不想理会，但看到来电显示是华宇集团那位总监的私人号码，心头一紧，连忙接通。可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话就挂断了，似乎只是为了确认一件事。张伟还没来得及细想，紧接着他的手机嗡地震动了一下，一条短信进来了。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正想继续劝说林峰，可当他看清楚短信上面的内容时，顿时瞪大双眼，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他的身体开始无法控制的颤抖，嘴唇哆嗦着，手中的手机啪的一声掉在了地毯上，用一种夹杂着惊骇与绝望的嘶吼大喊道：公司怎么没了？林峰看着张伟那张因极度恐惧而扭曲的脸，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怜悯，平静的如同一潭深不见底的寒水。他甚至没有弯腰去帮他捡起那部滑落在昂贵地毯上的承载着毁灭信息的手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是幻觉，一定是幻觉。张伟失魂落魄的喃喃自语，仿佛一个在沙漠中看到了海市蜃楼，却在下一秒眼看其破灭的旅人。他踉跄着扑到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前，双手剧烈地颤抖着，想要去拨打那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号码，却因为指尖不听使唤，几次都按错了数字，屏幕上留下一串混乱的符号。林峰平静地走到他面前，将那份他刚刚用钢笔签下自己名字的离职申请书，缓缓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推到了桌子中央。张总，现在还觉得这份离职信不重要吗？他的声音很轻，很平淡，却像一记无形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张伟早已濒临崩溃的神经上。张伟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林峰，那眼神中交织着愤怒、恐惧和最后一丝不肯相信的疯狂。
仿佛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是你，一定是你搞的鬼！林峰，你对华宇集团说了什么？你背叛了公司。林峰缓缓地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而极具讽刺意味的弧度。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根本不需要我说，我只是在签署那份合同时多写了一些东西而已。合同？张伟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愣住了，一时没能将这份他引以为傲的功绩与眼前的灾难联系起来。没错，就是那份价值5亿被你用来当作提拔你外甥资本的合同。林峰的声音清晰而沉稳，每一个字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割着张伟的心理防线。你甚至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遍最终版本，对吗，张总？张伟的喉咙剧烈地滚动了一下，嘴唇翕动，却发不出任何反驳的声音。他确实没有，在他的认知里，他只需要关心最终的金额和签字盖章。至于那长达上百页、充满了各种晦涩专业术语的合同条款，向来都是法务部和林峰这些专业人士去处理的。他100%地信任林峰搞定业务的能力，却从未想过这份他所利用的信任会变成一把由他自己亲手递出，最终刺向自己心脏的致命利刃。在那份合同的第72页附件条款的第3节第11条，林峰的声音像是在法庭上宣读一份无可辩驳的审判书。我加入了一个特别条款，它的名字叫做核心人员保障条款。核心人员保障条款。张伟的牙齿开始打颤，这几个字他从未听过，却本能地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危险。是的，林峰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锐利，仿佛能洞穿人心。条款中用最严谨的法律语言明确规定，我林峰作为该项目的首席负责人和华宇集团的唯一指定接洽人，在整个项目执行期间必须保持职位的绝对稳定性和核心主导权。他顿了顿，给了张伟一个消化这信息的瞬间，然后继续说道，条款进一步阐明，如果我的职位被无故变更、恶意降职，或者我本人因任何原因从创科未来公司离职，华宇集团将有权单方面无需任何外部仲裁地认定为创科未来构成严重违约。听到这里，张伟的脸色已经惨白如纸，冷汗瞬间浸透了他的衬衫后背。他像一个被宣判了死刑的囚犯，惶恐地等待着执行方式的公布。林峰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他要让这个人为自己的傲慢与愚蠢付出最彻底的代价，而违约的后果也在条款中有3项明确的、不可更改的说明。第一，华宇集团有权立刻、无条件地终止这份5亿的合同，并且无需支付任何已经发生的费用，所有前期投入由我方自行承担。第二，作为对我方严重违约行为的惩罚性措施，华宇集团将自动启动恶意商业竞争规避协议。协议规定，在未来10年内，华宇集团及其所有子公司、关联公司将不会与创科未来发生任何形式的商业往来。如果说第1条是瞬间斩断了公司的现金流和未来的利润来源，那这第2条就是彻底摧毁了创科未来在行业内向上攀登的任何一丝可能性，失去了华宇集团这个巨无霸的合作机会和背书，就等于被整个行业最顶尖的圈子彻底拉入了黑名单，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张伟的身体剧烈地晃了晃，
他下意识地伸手扶住桌沿，才没有让自己瘫倒在地。但这还不是结束，真正的噩梦还在后面。林峰看着他，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说出了最致命的一击：当然，张总，还有最关键的第3条，为了表示我们合作的最大诚意，也为了保障华宇集团的投资安全，我以公司法人的名义与华宇集团达成了一项补充协议。这项协议的优先级高于主合同。协议规定，如果因为我方的人为因素导致合同违约，而我方又无法在24小时内支付高达合同总金额 30%， 也就是 1.5 亿的巨额违约金时，华宇集团有权立刻启动资产抵押强制收购程序。换句话说，华宇集团有权以市场第三方权威机构评估总价值的1/3，强制性、不可逆地收购创科未来的全部股份和所有有形及无形资产，用以抵偿他们的项目损失和预期利益损失。林峰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地传入张伟的耳朵里，如同末日敲响的丧钟，一声比一声沉重。强制收购，以1/3的估值，这已经不是公司没了那么简单，这是公司在顷刻之间，以一种最屈辱、最廉价的方式被敌人吞并。而他这个奋斗了几十年的创始人、老板，将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甚至因为资产不足以抵偿债务，而背上永世无法还清的巨额个人债务。你，张伟用尽全身力气指着林峰，气血攻心，眼前一阵发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现在终于完全明白了那条短信的全部含义。那条来自华宇集团法务部的短信，每一个字都像淬毒的钢针，扎在他的心上。张伟先生，鉴于贵公司已于今日下午4时，在未与我方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更换项目核心负责人林峰先生，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根据双方签署的合同附件条款第3节第11条及补充协议，我方正式通知贵公司启动违约程序，并将于明日上午9时整派遣法务及资产评估团队进驻贵公司，开始执行资产抵押强制收购协议。祝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4个字此刻看来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残忍，何等的诛心。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王凯一脸春风得意地走了进来。他还没搞清楚办公室里凝重如冰的气氛，看到张伟失魂落魄的样子，还嬉皮笑脸地凑上去，关心地问道：舅舅，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这个林峰给脸不要脸，又惹你生气了？他转过头，用一种新任总监的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林峰说：林峰，我劝你还是识时务一点，赶紧收拾你的破烂滚蛋，别在这里碍我舅舅的眼，影响我们的心情。他的话音刚落，一直处于崩溃边缘的张伟就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雄狮，猛地爆发出所有的力量，扑了过去。啪！一个无比响亮的耳光，用尽全力地扇在了王凯的脸上。王凯当场就被打懵了，原地转了半圈，捂着迅速红肿起来的脸颊，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舅舅。舅舅，你疯了？你打我干什么？我打你，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张伟双目赤红，状若疯狂，他一把揪住王凯昂贵的西装衣领，用尽全身的力气
歇斯底里地咆哮着：“都是因为你，全都是因为你这个我喂不熟的白眼狼，这个蠢货！公司没了，我的公司全都没了，你知不知道？为了你这个废物，我的一切都没了。”他将自己所有的愤怒、悔恨和绝望都倾泻在了这个他之前无比溺爱，甚至不惜为此葬送公司的外甥身上。王凯被吓傻了，他从来没见过张伟这个样子。在他的印象里，舅舅永远是那个无所不能，永远把他捧在手心里的靠山。什么公司没了？舅舅，你是不是气糊涂了？说什么胡话呢？胡话！张伟发出一声凄厉的惨笑，他无力地松开王凯，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所有骨头，瘫倒在真皮老板椅上，眼神空洞，面如死灰。他完了，他几十年的心血，他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就在他做出那个愚不可及的任命的瞬间，彻底化为了泡影。林峰冷冷地看着眼前这出就此生效的闹剧，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一切都是张伟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转过身，准备离开这个让他彻底失望的、充满肮脏交易的是非之地。别走！张伟突然像被电击了一般，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到林峰面前，一把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臂。这一次，他的脸上不再有任何的伪装和威胁，只剩下最原始、最卑微的祈求。林峰，林大师，林总，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他扑通一声，竟然当着自己外甥那惊愕到呆滞的目光中，双膝一软，向着林峰重重地跪了下去。求求你，求求你救救公司，救救我！你马上去跟华宇集团说刚才的任命只是一个玩笑，是我老糊涂了的口误。销售总监是你的，总裁的位置也是你的。不，我把我名下所有的股份都给你，我给你当副手，只要你能让华宇集团收回那个决定，我什么都愿意给你，求求你了。这一幕如果被外人看到，一定会惊掉下巴。创科未来那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不可一世的老板张伟，竟然像一个被他刚刚亲手降职的员工，行此五体投地般的大礼。王凯已经彻底惊呆了，他张大着嘴巴，仿佛第一天认识眼前这个卑微到尘埃里的舅舅。林峰轻轻地却又无比坚定地挣脱了他的手，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跪在自己面前的男人，缓缓地、清晰地摇了摇头。张总，你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太晚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金钱和职位来衡量的，更不是所有错误都有机会弥补。信任就像一面镜子，一旦破碎，就算你用尽所有力气把它拼凑起来，那裂痕也永远存在，再也无法复原。我曾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在谈判最艰难的时候，在签订合同的时候，甚至在今天开会之前，你都有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是你自己亲手把这一切都毁掉了。说完，他不再看张伟那张混合着绝望、悔恨与哀求的脸，毅然决然地拉开了办公室沉重的木门。门外，整个世界仿佛已经变了天。办公室外的走廊上，不再是往日的安静有序，而是站满了神色各异的员工，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惊慌、茫然和不安。公司即将被华宇集团强制收购的消息，如同一场12级的飓风，已经在内部通讯群里彻底引爆，并迅速扩散到了公司的每一个角落。听说了吗？
华宇要收购我们，还是强制性的？我的天，那我们怎么办？是不是都要被裁员了？我刚听行政部的人说，好像是因为老板把林峰给降职了，触犯了合同里的天价违约条款。什么？就因为这个？那老板也太蠢了吧！各种版本的猜测和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未知的未来而感到恐惧。当林峰从老板办公室那扇紧闭的门后走出来的那一刻，走廊上所有的嘈杂声戛然而止，数百道目光瞬间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这些目光中有疑惑，有探寻，有敬畏，但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下意识的期待。他们虽然还不知道全部的真相，但都隐隐感觉到这场足以颠覆整个公司的巨大地震，似乎都和眼前这个神情平静的可怕的男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李浩和几个销售部的核心骨干第一个冲破人群，围了上来。峰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没事吧？李浩的眼中充满了关切。是啊，峰哥，群里都炸了，说公司要被华宇集团低价收购了，这是真的吗？另一位经理焦急地问道。林峰看着这些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荣辱与共的伙伴，看着他们眼中那份最纯粹的依赖和信任，心中那块因背叛而冰封的坚冰悄然融化了一角，涌起一股暖流。他郑重地点了点头，给了他们一个最肯定的答案：是真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无法抑制的倒吸冷气的声音和低低的惊呼。那我们怎么办？是啊，公司被收购了，我们这些前朝员工是不是都要被清洗了？我的房贷车贷怎么办啊？大家七嘴八舌，对未知的恐惧如同潮水般将他们淹没。林峰缓缓抬起手，做了一个下压的姿势，示意大家安静，大家放心。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让人信服的领导力量。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甚至对于真正有能力的人来说，这会是一个更好的开始。就在这时，公司大门口的方向传来一阵骚动和清晰的脚步声，几位身穿剪裁得体的黑色商务正装、气场强大、神情严肃的人，在一群公司保安敬畏而不知所措的簇拥下，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位看起来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面容刚毅，目光锐利如鹰，行走间带着一股久居上位者的威严。他正是华宇集团负责这次合作项目的总负责人，也是华宇董事长的得力干将陈启明。陈总的目光如同一盏探照灯，在混乱的人群中迅速扫视了一圈，很快就越过那些惊慌失措的面孔，精准地锁定在了人群中央那个身姿挺拔、神色自若的林峰身上。他加快脚步，无视了周围所有惊愕和敬畏的目光，径直走到林峰面前，脸上露出一丝欣赏的微笑，主动向他伸出了手。林峰先生，久仰你的大名，我是华宇集团的陈启明。林峰伸出手，和他有力地握在了一起，不卑不亢地回答道：陈总，你好，我本想在项目的庆功宴上再正式和你认识，没想到会是在今天这种不太愉快的情形下。陈总的脸上露出一丝歉意，但随即又转为更加浓厚的欣赏。说实话，你的那份合同条款之严谨，逻辑之周密，让我和我们的整个法务团队都大开眼界。它不仅仅是一份商业合同，更是一件攻防兼备的艺术品。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林峰才华的赞赏。我们复盘了整个谈判过程，
你在3个关键节点上的判断和坚持，不仅为华宇，也为创科未来本身规避了巨大的潜在风险。这种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远比单纯签下一份订单更加宝贵。他们的对话让周围所有员工都听得云里雾里，但他们都清晰地明白了一件事：林峰不仅没有得罪华宇，反而深受这位集团大人物的器重。这时，张伟和王凯也终于从办公室里追了出来。张伟看到陈总，像是看到了最后的救星，也顾不上体面了，连滚带爬地冲了过去，几乎要抱住陈总的大腿。陈总，误会，这全都是天大的误会啊！我们可以谈，什么都可以谈。陈启明只是冷冷地居高临下地瞥了他一眼，那种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物体，充满了漠然。张伟先生，我的法务和资产评估团队很快就会抵达，你有什么话跟他们说吧。说完，他便不再理会已经彻底绝望的张伟，转而用一种极其诚恳、充满期待的目光再次看向林峰。林先生，我们华宇集团做事一向只看重能力，尊重人才。创科未来虽然高层管理混乱，但它的技术基础和员工团队，尤其是你带出来的销售团队，我们还是非常认可的。在完成收购之后，这里将进行彻底的重组，成立为华宇集团旗下一个全新的、独立的智能解决方案事业部。陈启明郑重地顿了顿，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一句让全场所有人都震惊到无以复加的话：我在这里代表华宇集团董事会，想正式地邀请你，林峰先生，出任这个新事业部的总经理，全权负责这个事业部未来的所有业务和人事管理。我们不仅会给你应得的职位和权利，还会以技术入股的形式给你这个新事业部10%的干股分红。我们坚信，只有在你的带领下，这个团队才能真正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才能将那份5亿的合同完美的执行下去，甚至在未来创造出10亿、50亿的全新价值。总经理10%的干股分红，这个任命比之前那个被当作诱饵的销售总监不知道高出了多少个级别。这是真正的从一个高级将领一步登天，成为了手握重兵、开疆拓土的封疆大吏。所有人都用一种看神仙、看传奇诞生式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林峰。他们终于彻彻底底地明白了，林峰不是被降职，也不是在鲁莽的赌气，他是在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深不可测的远见，为自己铺就了一条通往更高峰的、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康庄大道。他不是在离开，他是在以一种王者的姿态重新君临这座他亲手打下的城池。张伟彻底呆住了，他最后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整个人瘫软在地，眼神中最后一点光彩也随之熄灭。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体无完肤。他不仅输掉了自己的公司，还亲手将那个本该属于他的最大财富，那个能为他创造无限价值的擎天巨著，硬生生地愚蠢地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不是推到了一个他此生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世上最痛苦、最讽刺的事，莫过于此。林峰看着陈启明再次伸出的手，看着他眼中那份真诚的、不容置疑的邀请，他又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李浩和那些曾经无条件支持他的同事们，他们的眼中早已没有了惶恐，取而代之的
是火山爆发般的激动，是发自肺腑的崇拜和对未来的无限期盼。林峰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他知道，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真正属于奋斗者的时代已经来临。他没有丝毫犹豫，再次紧紧握住了陈启明的手，沉稳而有力地说道：“陈总，从现在开始，合作愉快。”说完，他转过身，面向所有前创科未来现华语智能解决方案事业部的员工，用一种清晰、洪亮，足以让每个人都听见的声音，朗声宣布道：“我宣布，所有愿意留下与我并肩作战的兄弟姐妹，从下个月起，薪资在现有基础上普调上涨30%，所有核心骨干的岗位和待遇将在1周内进行重新评估和晋升。从今天起，这里不再有勾心斗角和任人唯亲，更不会让功臣流血又流泪，只有能力和贡献才是衡量我们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人群先是经历了短暂到极致的寂静，随即山呼海啸般的、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几乎要掀翻整栋大楼的屋顶。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温柔地照在林峰的身上，为他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的光辉。他看着窗外那片广阔无垠的蔚蓝天空，知道自己的征途才刚刚开始。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